大家好，我是盼盼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日常中文播客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在网上非常火。对，陆哥，而且这是一个让很多女生一听就害怕的词汇。哦，是什么词？难道是加班？不是加班，是妈宝男。妈妈的妈，宝贝的宝，男生的男。啊，妈宝男。这个词我当然知道，字面意思就是永远做妈妈的小宝贝的男人，对吧？没错，我最近有个朋友，她刚和男朋友分手了，原因就是，她受不了她男朋友每天把"我妈说"放在嘴边。我妈说，比如呢？比如去哪家餐厅吃饭，男生会说"我妈说外面的饭不干净"；买什么颜色的衣服，男生会说"我妈说黑色不好看"。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夸张了，这不像是一个成年人，倒像是一个小学生。所以啊，对于很多女生来说，妈宝男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恋爱标签。只要发现男生有这个倾向，女生就会想立刻跑掉。但是盼盼，其实从我们男生的角度来看，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被冤枉了。被冤枉？你们觉得这不是妈宝吗？很多男生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很传统的好事，那就是孝顺。孝顺，孝顺父母当然是好事儿啊，但孝顺不等于没有自己的大脑吧？你听我慢慢解释，在中国文化里，听话常常被当作好孩子的标准。从小我们就听一句话：妈妈养大你很不容易。这句话确实很常见，父母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。对，所以很多男生觉得顺从妈妈的意思，不让妈妈生气，就是孝顺的表现。我觉得陆哥你说到了一个重点，顺从。可是生活里有些事情，妈妈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啊。在很多男生心里，事情的对错有时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长辈，我们要尊重他。可是这种尊重往往会让女方感到窒息，窒息就是觉得连呼吸都很困难，很有压力。为什么会让女生觉得窒息呢？因为两个人在谈恋爱或者结婚，应该是建立一个新的小家庭。如果男方总是说"我妈说"，那就意味着在这段关系里其实是三个人的电影。三个人的电影，这个比喻很形象。你想想，女生本来以为遇到了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，结果发现这棵大树还需要妈妈每天浇水，这谁受得了？唉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确实能理解女生的感受了。唉，不过其实男生也有男生的软弱。软弱？怎么说？很多时候，男生遇到问题不想去解决，或者不敢负责任，就会把妈妈搬出来当挡箭牌。哦，我懂了，其实不是妈妈非要管，而是男生自己懒得思考，觉得听妈妈的最省事。对，这种懒惰才是妈宝男最让人讨厌的地方，这就跟孝顺完全是两回事了。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感觉，陆哥，如果把妈宝男放到现实生活中，其实最容易出现矛盾的地方就是结婚和生活细节。没问题，那我们来具体聊聊，你觉得最大的矛盾通常是什么？绝对是买房子和装修，这也是很多年轻情侣吵架甚至分手的重要原因。买房确实是一件大事，在中国，很多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子是父母帮忙付的首付，对吧？对，既然父母出了钱，父母就容易觉得这个房子我也有份儿，我要帮忙挑地段，帮忙选家具。这在父母的眼里很正常。可是如果是两代人审美不一样，矛盾就来了。这时候男生的态度就非常关键了。没错，如果男生的态度是
我妈出钱了，咱们就听她的吧。女生一定会气炸的。但男生可能会觉得委屈，钱是我妈出的，我不听她的，很不孝顺啊。但你要搞清楚，这是你们2个人的新家，你们是要在这个房子里住几十年的。一个真正的成年男人应该学会去沟通。沟通确实很重要。你的意思是，男生可以在父母和妻子之间做一个桥梁，而不是直接倒向妈妈那边。非常正确，男生可以很温柔地感谢妈妈出钱，但要坚定地告诉妈妈，妈，这是我们要住的家，请尊重我们的选择。这对很多缺乏独立思考的男生来说真的很难。他们害怕冲突，所以干脆说一句，我都听我妈的。这就是妈宝男的典型特征，他不是在尽孝，他是在逃避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。同意，买房只是第一关，要是有了孩子，那才是真正考验家庭关系的开始。哇，生孩子和养孩子绝对是妈宝男暴露最多的地方。说到育儿，也就是生养孩子，男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妈有经验，听我妈的肯定没错。陆哥啊，你如果说这句话，真的会被所有新手妈妈打出去的。这到底哪里不对了？老一辈的人确实带过孩子啊，这不是经验吗？时代变了呀，30年前的育儿观念，很多在今天已经被证明是不科学的了。比如呢？你举个简单的例子。比如，有的长辈喜欢把食物嚼碎了再喂给宝宝。现在的年轻妈妈都知道这样非常不卫生。如果你妻子去阻止，而你却说，我妈当年就是这么养我的，我不是也长这么大了吗？如果男生这么说，妻子肯定会非常生气，甚至感到绝望。对，就是绝望。因为妻子在这时候面临的是双重压力，不仅要照顾孩子，还要独自面对不科学的旧观念，而本应该支持她的丈夫，却跑到了对立面。很多男生没意识到，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联合自己的妈妈，一起欺负自己的妻子。没错，女生最怕的不是婆婆有多强势，而是遇到问题时，丈夫不仅不帮忙，还要求女生妥协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，很多男生以为顺从就是孝顺，但其实是软弱和懒惰。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孩子怎么教育都不敢自己做主，那他真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了。确实，听你这么分析，我觉得很多男生需要反省一下。我们不是在替妈妈出气，我们是在破坏自己的婚姻。嘿嘿嘿，陆哥，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绝对不是妈宝男。真正的妈宝男，这个时候一定会说：“你就是针对我妈。”这句话杀伤力太大了，这就完全没法沟通了。所以盼盼，聊到这里，我们其实可以总结一下了：孝顺和妈宝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里？我觉得最核心的区别在于2个字：界限。界限，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？给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一点具体的例子。界限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情是你自己应该决定的，什么事情是父母可以建议的。比如你生病了，你妈妈照顾你，这是爱。对，那如果是妈宝男呢？如果你已经30岁了，你妈妈还要每天管你穿什么衣服，晚上几点回家，而你觉得这很正常，这就是没有界限。也就是说，孝顺的儿子懂得感恩父母，但是他有独立的人格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。对，而妈宝男他的身体虽然长大了，但是在心理上他还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巨婴。巨婴这个词用得很准确，巨大的婴儿，因为他没有承担成年人责任的能力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只要遇到麻烦，他第一反应永远是躲在妈妈身后。这样的话，作为他的伴侣，确实会很累，因为女方不仅要照顾一个男人，
还要面对一个强势的隐藏婆婆。不仅是累，是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希望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女生一听到妈宝男，就立刻保持距离。作为男生，我也觉得，如果你想拥有健康的婚姻，首先你必须是一个成熟的个体，你必须学会对自己的新家庭负责。陆哥说的太好了，孝顺父母是好品质，但它绝对不是你放弃成长的借口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识别，我这里准备了一份简单的妈宝男检测清单，女生朋友们可以记一下，男生朋友们也可以自己测一下。哦，还有清单？来吧，让我看看这几条标准严不严格。第一条，口头禅是不是经常出现我妈说，尤其是遇到要做决定的时候。哈哈，这一条很准。如果他连晚上吃什么都要发信息问妈妈，那肯定是妈宝男无疑了。第二条，当女朋友和妈妈发生意见分歧时，他是不是不问原因，直接要求女朋友让步？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不敢处理矛盾，只会牺牲伴侣的感受。第三条，这是生活细节，他是否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，还是觉得做饭、洗衣服这些事儿天生就该是妈妈或者妻子做的？这条也很关键。妈宝男不仅是在思想上依赖，很多在生活上也是完全离不开妈妈的照顾。最后一条，如果妈妈干涉他的工作或者恋爱对象，他敢不敢表达不同的意见？如果他只会说我妈也是为了我好，算了吧，那确实很危险了。所以，各位女生朋友们，如果你身边的男生在这4条里中了3条以上，我的建议是快跑。快跑！男生朋友们也注意了，如果不想把女朋友吓跑，请证明你们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成年人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聊了妈宝男这个非常有趣又有争议的话题。我们不仅看到了女生的委屈和无奈，也听到了男生对孝顺的另一种理解。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让大家明白，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，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都是最重要的前提。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事情呢？如果有，或者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，非常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。肯定有很多吐槽会出现在评论区。另外，如果你在学习中文，想要跟着我们的对话一起练习，你可以去看置顶评论。本次聊天内容的完整文本脚本可以从置顶评论里获取哦。是的，边听边看文字，对提高听力非常有帮助。希望我们的日常中文播客能一直陪伴你的语言学习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请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，也顺手订阅一下频道。你的支持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下期播客再见啦，拜拜。